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五中全会开幕，分歧严重，全征白热化这个会议呢，就在五中全会全称叫中共中央第5次19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全会就所以五中全会第5次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会议，所以他参加会议的是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然后会期是4天，在哪里开呢？在京西宾馆。为什么在京西宾馆？京西宾馆足够大，保安又方便。然后吃住开会一条龙所以对群众来说叫方便管理，对领导来说方便服务所以就会在中全会一般都在京西宾馆开那么这个人数是多少我跟你说一下，人数应该是中央委员199人，中候补是156人。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中纪委常委然后再加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可能还会有一些老同志什么列席中全会它规模还是有点大的，所以一般的地方也接待不了，所以一般就是在这个京西宾馆开。那么这一次五中全会有一点敏感。为什么？五中全会一般一届是5年一届是5年，5年一届。那么中共中央的全会呢，一届开7次通常开7次。第一次不算第一次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第一次就是选举出来了新的中央委员，马上开一次中全会。所以一般第一次中全会就没有太实质性的内容，大家刚刚上来，然后谈官相庆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那么到了第5次呢，就比较敏感了，因为第5次呢就临近换届了临近换届，所以有一些五中全会会发生一些很重大的改变。我举几个例子17届五中全会17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是做了中央副主席习近平一做中央副主席，大家就知道他接班的这个是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13届五中全会，13届五中全会是邓小平辞职，辞掉什么呢？辞掉他最后一个职务，就是军委主席，然后江泽民接任，就是13届五中全会。12届五中全会呢，就是什么？就是调整中央政治局，就是他不是在换届的时候调整，他直接在五中全会上12届调整中央政治局然后调整书记处，实现新老交替这是12届。11届五中全会设立中央书记处原来是把书记处给取消了。11届五中全会设书记处，把一些邓小平把一些他想要安排的人全部安排到书记处。书记处干什么？处理党务。他服务谁？服务于总书记，实际上是强化这个总书记的权力。所以你可以看五中全会通常会发生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重大的人事或者是这个机构改革会发生在这上面，所以呢，就五中全会会有点敏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次五中全会又有一点特殊特殊之处在哪里？今天中纪委公布了9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的这个情况那么查处了多少起呢？9月份查处了11929起，处分了17314人，
处分了17000人，就一个月啊，其中包括63名厅级官员，830名县处级官员，党纪政纪处分是11162人，那么平均每天要处分多少人？372名官员，一天要处分372名官员，其中有30名官员是处长以上的干部。这是一个信息，就是今天五中全会开幕，然后中纪委公布上个月处分的这么多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10月14号，然后这个第6轮巡视组开始吩咐全国各地，包括中央机关和这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啊，那么15个巡视组14号全部部署到位啊，26号开会。那你看一下啊，中纪委其实在开五中全会之前部署了一系列的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这个行动就是政治压力啊，这就是中共的施压的模式。那么为什么要采取一个这样的高压？实际上这非常高压啊！中共中央本身对中共中央采取了高压，那当然就是总书记对中全会的一个政治上的态势啊。他为什么要形成一个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原因有几点啊。第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啊，那么现在内政外交形势非常严峻啊，那么有可能对于中共来说，他的执政地位，他的江山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因为内政外交形势非常的严峻。那么中共现在需要什么？对于中共来说，他最需要的是凝聚共识，形成团结的形势。因为外部压力很大，形势又很烂，那怎么办？一定要凝聚共识，团结，共同御敌啊！这是中共的需要啊！中共在政治上有这样的需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比较重要啊，就是习近平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党内的一致的支持。虽然你看中纪委这一头压力很大啊，然后这个各种巡视、各种巡查，然后还有讲规矩，不能够乱讲话，不能够提不同的意见。现在党内非常高压啊，但是他的政策仍然没有得到党内的完全的支持啊，有不同的声音啊。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对外政策。习近平今年以来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全面性的恶化啊。那么全面性的恶化，党内会有不同的声音，就是党内的声音是两个，主要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这种激进啊，这种盲动啊，这种导致对外关系的全面恶化，会对国内经济不利，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你看，经济脱钩其实是中国对外关系全面恶化的结果。中美经济一脱钩，对中国经济影响非常的重大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这次五中全会讨论的一个重点议题啊，就是“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内循环。虽然他们现在陈述讲的双循环就没有循环，因为双循环改革开放到现在都是双循环，是不需要说的，所以双循环是假的。其实真正的内核是什么？就是内循环。而内循环实际上是有痛点的啊，两个重大痛点。第一个痛点是什么？第一个痛点就是中国每年要进口大量的战略物资。所谓的战略物资是什么？粮食、石油、芯片、煤，这些战略物资，中国对外的依赖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内循环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什么依据呢？就是我们中国对外经济的依赖度不高啊，低于30%，甚至只有10几%啊，甚至拿那什么
拿那个对外贸易盈余的净值除以 GDP 啊，说这就是对外依存度，对外依存度实际上少于10%，拿这个数字来说，说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高，所以可以内循环。其实这是不对的啊！中国有大量的战略物资是需要进口。战略物资是什么？战略物资就是你要是不进口，或者是没有进口足够的这些物资，你的经济会出现大问题，这就叫战略物资。战略它有战略地位。那你想一下，中国有大量的战略物资需要进口，你对外的依存度就不能够拿外贸盈余的净值来除以 GDP， 说我们只有10%几，因为你其实依赖度是很高的，这是第一个痛点，这个痛点没办法反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人民币，大家要知道，人民币的汇率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关联，就是反映在哪里？反映在人民币汇率。如果中国和外部的关联度跌下来了，或者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内循环的时候，人民币汇率会怎么样？人民币汇率会暴跌，一定是暴跌，因为你的经济规模会缩小，你的经济实际上汇率是什么？汇率是你的这个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对比关系，就是汇率。比如说中国经济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汇率是6点几到7点几之间，它反映什么？反映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对比关系啊，对比关系。那如果你是内循环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经济规模收缩，因为你需求没那么大了。你需求没有那么大的话，你经济规模就会收缩。你经济规模一收缩的后果是什么？你经济规模的经济规模的收缩的后果就是汇率一定会暴跌。当你经济汇率暴跌的时候，中国有2万多亿外债，这个2万多亿的外债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窟窿，这个窟窿会拖垮中国经济。这两本账往中间一放，其实内循环这个政策其实有很多痛点，这2个痛点其实基本上没办法回应啊。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是需要凝聚共识，需要团结；一个党内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分歧非常严重，甚至你可以看，你就像李克强出来从来不讲内循环。刚刚前一阵子上个星期五啊，王岐山出来也没讲内循环。你想一下，李克强是总理，王岐山是副主席，他都没有讲内循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党内的不同的看法还是比较多，而且层次不是很低的，不是普通干部，所以他还没有形成共识，这是高压的2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权力斗争啊，权力斗争。你想一下，内政外交的问题这么严重，你开一个中全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家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表达意见，你要表达意见，又不想让你表达意见，因为大家如果七嘴八舌一开，这会还开不开了？开不下去了，开不下去怎么办？高压，高压的同时，中间还涉及到一个可能会有重大人事调整，或者可能有重大人事决定，这里面中间就有，你一看这个高压的态势，可能就会有一些重大的人事的调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啊。那么我经常讲过啊，中共到现在还是个明年中共100年啊，100年的时间，成立100年的时间。那么中共执政也有7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政党其实是蛮奇怪的，在你执政之前你是个革命党，这没有问题啊。但你执政之后，你就应该是变成一个执政党。执政党的特点是什么？执政党的特点就应该是你形成很多的制度来管理国家，
国家就有国家的制度，党要建立党的制度。你战时状态，你比如说以前建国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你在跟国民党打仗那你处于一个战时状态各种东西都灵活调配，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建国之后，你应该建立党内的制度，党内的制度完善党的运作，让它更有效率，让它更能够稳固。这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党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中共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个革命党，它还没有由革命党完成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过程。革命党的特点就是灵活，就是没有制度，就是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根据需要我就去调整。但是这个有好处，方便斗争方便这个你整个的斗争的过程当中更有效率。但是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在整个的运作过程当中，你有不确定性。制度其实最大的作用是给大家加一个确定性。我知道这件事情会这么做，或者我知道我这件事情会这么做，这会减少成本。减少什么成本？减少沟通成本，减少理解成本。那么你一个国家的运转也是这样那么中共就到现在为止，它还是个革命党。革命党呢，它就没有制度。所以你可以看我刚才讲它通常是这样。它通常是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经常不这样。它为什么不这样？党内专制。党内专制呢，最上面的那个总书记呢，他权力无限大，他想开就开，这个会不想开我就不开，我甚至这个岗位我想设就设，这个机构不想设我就不设了，这个机构的头不听话是吧？我把这个机构整个废了。他就为了这个权利，他可以让整个党的运行不正常。这发生在毛泽东身上，也发生在邓小平身上，也发生在江泽民、胡锦涛，也发生在习近平身上。所以他们经常干这种事情。所以你可以看所以你可以看会期不确定想开多久开多久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呢，他会期基本上慢慢的变成了四天。他有的时候他最极端的开了一次呢11届五中全会，开的时间最长，开了7天。最短的会议是1985年开了1天，1天就开完。所以他制度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制度不稳定。所以我就经常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这个中共是一个什么？中共是一个叫什么？中共是一个执政党特征不明显的执政党，它还是一个革命党革命党。所以大体上五中全会我们就讲这么多五中全会现在的消息应该还不会出来，没那么快出来。为什么会在京西宾馆开会我觉得吃饭睡觉这个开会一条龙一条龙方便服务大家就在里面开会你住在里面开完会回房间睡觉，然后就不要乱串门，大概是这样这会议有记录的，中共开会是有纪律的就不可以乱出门，不可以乱串门也不可以乱跑就是管好。所以中共的所有的重要的权力斗争都发生在会场中共基本上所有最重要的权力斗争都发生在会场。所以中共开会比平时重要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件事情我们五中全会就讲到这里那么这次五中全会还有2个吧，我再讲2点。第一点十四五规划还是我重复一下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就是内循环。内循环意味着什么？内循环意味着整个的经济战略要调整它不是说我仅仅是说我现在出口没那么好，我就想办法刺激内需，我就推出一些政策。
不是那么简单啊。你要知道，如果你是经济内循环的话，你整个的经济战略部署要调整，你很多外向性的东西要向内倾斜。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原来的中国在整个的外向型经济当中有一个环节是最重要的，港口建设。中国的港口建设举世无双，中国在港口上的投资那海了去了。为什么？因为它出口，大量的出口靠什么？靠海运啊！你不可能空运，也不可能铁路，那就是海运。海运就要靠港口码头啊！所以中国在沿海地区部署了非常多的港口建设。那么如果你要内循环，你没那么多需求的话，你这块你就要调整，这是一个。比如说铁路你原来也是以沿海为主，那你现在如果内循环的话，那你要开发内地市场，要对内地进行建设，那整个的建设重心就会由沿海至少会向中部转移，然后在西部倾斜，它会有一系列的你原来建设项目，很多建设项目都分布在沿海地区，什么钢铁、石化全部在沿海地区啊，包括那你如果你慢慢的向内地倾斜的话，那产业结构也要向内地延伸，所以等等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讲十四五，如果它是一个内循环的一个政策，中国经济版图会发生变化啊，这是一个重大的调整，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我讲的这个人事，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掌握这个情况，但是我知道中共中央开会啊，开五中全会之前施加这么大的政治压力，中间应该会有人事调整啊。好吧，这第一个主题。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呢，讲一下数字货币，人民币数字货币。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所长叫穆长春啊，在外滩金融会上做了一番发言啊，这番发言呢，能够厘清现在外界对数字货币的一些看法啊，包括我的看法啊，我有一些看法。那么，因为老实讲，人民银行在做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工作呢，做得很烂啊，烂到什么地步呢？烂到就是外界对他搞不清楚他在干嘛，就是他对外的这个推广和解释工作做得非常差啊，非常差，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说法，不同的说法。那他自己又跑出来这个辟谣。大家记住，所有的谣言的来处来源于哪里？来源于这个事件的主体。就让这个人民银行这个穆长春说啊，外面有些谣言，我来辟个谣。穆长春就是谣言的原点，出处。为什么？他没把话讲清楚啊！你把话讲清楚就没有谣言啊！所以我就讲，所有的谣言的源头都是这件事情的主体，就是穆长春，他没把这话讲清楚啊。没有把话讲清楚的原因通常有两个，一个不方便讲或者是不想讲，第二个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呢就有一点，就是不想讲是有意图，讲不出来呢是属性啊，有些事情的属性啊。那么我就把穆长春的这一番话，我先复述一下，然后我再梳理一遍啊，以便把这事情再讲清楚一点啊。因为涉及到人民币数字货币呢，YouTube 上面有一些 YouTuber 做了一些解读啊，我也做了一些解读，然后就有一些人跑来说我的解读是帮助人民银行护航，没有这回事啊，我就郑重声明啊，我没收人民银行的数字货币。我还强调那一点，有一些 YouTuber 就是把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的这个应用
夸大到就是它可以进行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全面掌控啊，我都讲过10000遍。人民银行不需要数字货币，它已经可以全面掌控全中国人的银行账号和你的货币的这个走向痕迹，它全部都掌握，不需要数字货币来就能掌握。你说的那些可怕的景象早就发生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所以我在这解释一下啊，穆长春讲定义，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啊。你一看到这个主管的人一开始用这种专有名词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时候他已经他水平还是很差啊。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啊，记住，它是个可控匿名啊，其实这里面都是有含义的啊。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 M0， 就是流通中的现金和公共产品的定位啊，这基本上废话了啊。数字人民币不计利息啊，那当然不计利息，数字钱包里面是没有利息的啊。同时具有非盈利性，主要是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和福利的最大化啊，这都没有意义。所以央行建立的是免费的数字人民币价值转移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啊，这也是废话。且不向发行层收取流通费用。人民银行是货币发行机构，它收什么费用啊？这都是神经病的话。商业银行也不向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和兑回服务费。数字人民币的发行不靠行政强制来实现，而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老百姓需要兑换多少，我们就发行多少。只要老百姓有使用纸钞的需要，人民银行就不会停止纸钞的供应。在可见的未来，数字人民币和纸钞将长期存在。这里有一点，穆长春说了一点很搞笑啊。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假钱包啊。后续和传统纸币一样，数字人民币也要重视防伪工作。数字人民币还没有发行，还没正式面世，假钱包已经面世了，所以中国是造假大国啊。然后穆长春还说，为了统筹管理数字人民币钱包，统一数字人民币认知体系，有效降低防伪成本，将实行双层运营原则，采用共建共享方式，由央行指定运营机构共同开发钱包的生态平台啊，这都是不说人话啊。其实讲到底是什么？讲到底就是数字人民币，中央银行把它流通中的现金就是 M0 啊 ，M0 一分为二一部分加上一个标签，一部分是常态的人民币啊，另外一部分就加一个标签，就数字人民币啊。那么数字人民币无限供应，但是呢 M0 是一致的。就原来 M0， 比如说我们讲20万亿人民币流通中的现金啊，假设哈，不是这个数字啊，我只是假设。那么总共是20万啊，行，我现在先拨5万亿啊，做数字人民币啊，如果需求增加，继续往这边拨。然后这个数字人民币发行给谁呢？发行给商业银行，跟 M0 一起发行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就用这个数字钱包装数字人民币。就这么简单，然后大家每个人自己手机里面如果装上数字人民币，你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如果你没有数字人民币的钱包，你就不能使用数字人民币。其实就这么简单。人民银行有自己的数字钱包，然后他在跟其他的商业机构合作啊，就比如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都会出数字钱包，出数字人民币的数字钱包。然后呢，这个数字人民币还能跑到哪里去？还能跑到支付宝里面去。支付宝里面会增加一项数字人民币。
支付宝也好，微信支付也好，都会有这一项。你要用数字人民币，也可以用支付宝来实现，这是穆长春说的，不是我说的。我觉得如果我再读的话就太久了。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假的数字钱包已经出现了，大家要小心啊。那么另外一个，假的数字钱包，肯定里面就假的数字人民币啊，他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是，第一个，数字人民币的支付性、法偿性，他们叫法偿性。法偿性是什么？就是依法偿付，就是法定偿付的权利。就是你问我要钱，我把数字人民币给你，你不可以拒绝，你拒绝就违法，违反人民币法。这是，所以这里面经常有人外面传说，各种传说都有啊。我就引用穆长春的话，我认为法偿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他没必要。之前说有人说，数字人民币只需拿去买房地产啊，或者是数字人民币不能够买黄金啊，买其他外汇啊，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可能有一些使用上或者联通上没有实现，那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它和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只是存在的方式不同而已。这基本上和我们之前的解释没有关系。不过我有一个误解，我自己有个误解，我认为我原来以为就是把人民币拨到数字钱包，就是人民币的数字人民币钱包里面，它就变成数字人民币。其实这点我是误解了，它真的有一笔钱，就是加了一个标签变成数字人民币的，它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也就是说，但是他解释的很清楚，这次解释得很清楚 ，M0 还是多少就是多少，它其实是把 M0 里面的流通中的现金拨一部分加上标签，就变成数字人民币，然后他把这数字人民币在发行货币的过程当中拨付给商业机构，其实商业机构就是商业银行，因为对于人民银行来说，可能它的发行对象只有商业银行，不会有其他的机构，所以它把数字人民币发行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传递出去，所以他一直在讲啊双层结构。其实这个双层结构其实就是上面是人民银行，下面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在面对其他的用户啊、机构啊，或者是商业公司、商业机构啊等等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说，人民银行是拔高了数字人民币的这个地位的，因为它是法币，我们叫法定货币，所以它要把这个地位拔得很高。其实讲的不好听，它啥都没干，只是干了一个数字钱包，然后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跟普通的人民币没有任何区别啊，它只是干了一个数字钱包，但是它要把它搞得天那么大。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啊？好，讲那个什么，讲他纠正我啊，他反驳我，他说这个因为讲这个数字人民币和这个微信和这个微信支付还有支付宝，我是说要抢回这个支付的这个地位啊，因为现在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削弱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的权利啊，我是这么认为啊。那么发行数字货币呢，有利于把这个第三方支付，微信也好，这个支付宝也好，他们现有的这个地位削弱它的地位，从而人民银行拿回自己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发行的权利啊。这个穆长春这么解释，他说，因为微信支付、支付宝各自的商业银行也属于营运机构，因此同样和数字人民币不存在竞争关系啊。他说，尽管不可对付，这个它存在，他的意思是，微信、支付宝和数字人民币不在一个维度啊。微信、支付宝是金融基础设施，是钱包啊，
那么数字人民币是支付及工具啊，是钱包的内容。那么在电子支付的场景之下，微信和支付宝的钱包里装的是商业银行存款的货币。那么数字人民币发行之后，消费者仍然可以用微信、支付宝进行支付，只不过钱包里增加了央行的数字人民币，理解了吗？所以数字人民币也会出现在这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这种钱包里面，但是他没有讲一点啊，但是呢，大家呢也可以用其他的，你想一下，当数字人民币出现之后，所有的银行都会出一个数字钱包，你是不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都会出一个数字钱包？这个数字钱包里面装的是数字人民币。那你想一下，一个手机里面装了好多个数字钱包，当这个客户开始用其他的数字钱包进行支付的时候，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它的支付份额就会下降。这就是我讲的。虽然穆长春讲，这个微信支付和这个支付宝和数字人民币之间没有这个竞争关系，但其实不是的，我不同意这一点。其他我同意啊，我还是坚持认为，人民银行急于发行数字人民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把第三方支付的这种垄断格局打破，让所有的商业银行和其他的支付机构都使用数字人民币的钱包，然后就能够把第三方支付，就是主要指的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把他们的垄断地位打破。这就是人民银行的其中一个战略目的。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第一个，中共19届五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召开，那么会议应该有非常重大的议题啊，里面涉及到中共党内的一些分歧以及重大人事调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究所的所长穆长春出来澄清数字人民币的一些情况啊，我今天把他讲的话呢向大家播报一下，厘清一些看法。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点，第一点，我认为数字人民币的出台仍然其中有一个重大的战略目标，就是把第三方支付的垄断局面打破，这个目标是明确的啊。第二个，数字人民币也就是和人民币有同等的法偿性，这一点穆长春讲得很清楚。那而且这个数字人民币其实人民银行的主要工作就是做了一个数字人民币的钱包而已，其他的工作还是由其他的商业机构在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可能未来看到这个人民银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会比较少，可能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各个商业银行出来的数字钱包啊，这个数字钱包可能会比什么呢？比人民银行的数字钱包会更普及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今天点赞有点少啊，请大家点个赞吧啊。OK， 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吧？好，我们今天就继续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数字人民币的问题呢，有很多网友有不同的看法，我没意见，大家各抒己见。那么因为它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出现在市场，所以对于它的认知会有不同的会有一个过程啊，会有个过程。
但是有2点我要讲清楚啊。第一点，这就像一把菜刀啊，它可以干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但是你说干这个菜刀本身有什么东西，我不觉得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就事论事的这个态度，首先搞清楚，因为你不就事论事有问题是什么？我们尽量的不要一下子就给它标签了啊，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的自媒体，他不就事论事啊，他不讲，他不去努力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他先给他贴标签，那你这标签没有依据，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我们现在首先搞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以这个为基础，你想去理解它背后的用意，它的影响，你才有前提，否则就没有前提啊。所以这个问题上，我要跟大家表明我的态度，好吧？好，明谢于子，谢谢大头，谢谢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如何跟父母相处。我跟我爸说，香港街头的青年是勇士，不是恐怖分子。他说我看到的只是一部分，没有人知道真相。我的微博被永久封禁。他说我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我留在海外发展。他说14亿人口在中国生活，为什么要在国外？记得您说过，对待父母立场要坚定，但态度要好。但怎么样才能够平衡？以前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叫儿女自有儿女福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儿女呢有自己的命运啊，父母呢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是真正的路要自己走。这件事情应该是你父母的态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过来你也是一样啊，就作为儿女，我们当然有赡养父母，跟父母相处好。孝顺，重点是顺啊！中国人的观念就是顺，要顺从他。当然我不同意啊，父母不一定要顺，你可以孝，但是不一定要顺。为什么？因为父母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你跟父母有不同的意见，你可以去说服他，但是你要允许你的父母有自己的意见啊，你不能说你父母必须跟你保持一致，你是对的。你可能也不一定全对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立场坚定，就你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个没问题啊。那你父母坚持他的立场也没问题，你要允许他有他立场的权利，你可以提供一些选择，你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没法帮助，没法解决的话，那你就跟他好好相处，做他一个好儿子就行了。不一定做一个好的政治盟友，你说呢？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烦恼，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的能力是有边界的，我们要面对这个边界，我们也得承认这个边界。就是有的时候我无能为力，我就必须接受它，那你就跟他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好了啊。984 degree， 谢谢。Hello sir, nice to hear from you.Buy you an Indian coffee， 谢谢，印度咖啡很好喝啊。Rock D Lee， 谢谢，王老师好，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知识。我曾经也是个自干五，完全听不得别人说中国不好，也相信什么藏独、港独、台独等。从今年1月份开始看您的节目，看了那个中共洗脑术，才醒悟过来，自己和很多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一样，完全被洗脑。原来历史书上全是骗鬼的，原来最邪恶的组织是共产党。老师的节目是来解救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啊！谢谢你的肯定，谢谢你的支持。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真相，我们也同时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寻找真相，因为只有努力寻找真相的这种态度，我们才能够接受我们以前不认知的部分啊，我们要接受我们不认知的部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个世界啊。邓丹，谢谢。玉晶，谢谢。提问，王老师你好，
你觉得这次五中全会为什么官媒这么低调报道？中共的决议一般是会前内定，开会只是走过场。如果会议上有分歧，为什么还要强行开会？是否意味着党习在党内遇到很大的反抗？好问题啊！第一，通常这种会议之前呢，不会大肆报道，但是会报道。以现在我看到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报道规格来看，没有异常，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规格。那么这是一个，他们不算低调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会前的报道通常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全会每年开一次，这不能不开，党章规定啊。那么我经常讲就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中共本身的问题，他会经常的按照需要改会期，甚至取消不开会了，那是异常啊。但是正常情况下他是要开的，就不一年，你比如说2000年之后啊，中共的中全会五中全会基本上在10月份开，那基本上都在10月份开，他是试图在。其实中共内部也是试图由这个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但是这种困难的点在哪里？困难点在党内独裁，总书记独裁啊。那么他党内是个独裁体制，他还是有困难的。就是总书记说我们今天不开会了，他底下人也没有办法，他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对于总书记来说，他还不能够随便，如果有条件，他还是希望能够正常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党内，所以我不认为他是叫强行开，他是理论上他要开，他就应该去开，所以这是一个制度化的东西啊。但是中共本身就是我是说，就是他时不常的他的这个内斗并发，它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制度是让大家有一个预见，就可预期啊，不就是中共的问题是。他现在试图建立一个制度，但是他仍然会有例外，所以你有预期，你也得防他一手，这还是有成本在里头啊。提问王老师，您如何看待下一任国家主席或者是总理的胡春华？胡春华，你确认他是下一任总理吗？胡春华没什么特点啊，没什么特点，就是说。他在广东的时候没什么特点，他跟谁有点像哈？他其实跟胡锦涛是有点像，就是说没什么特点，啊，除了头发一下子就白掉以外，没什么特点，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来，啊，可能越是这种人越有机会上吧。但我不确认你说的胡春华就是下一任总理啊。观点：内循环和芯片科技格格不入，高科技行业不同于基础建设，跟义务生产什么小商品更不可同日而语。工作10余年，从艾斯摩尔到卡尔蔡司，从工程师到管理层，深知西方的科学积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很多东西就算送给你，拿来主义也不能够直接掌握的，知识的断层不可能弯道超车，只有踏实务实的基础教育，蓬勃开放的思想，才能创造引领未来的科技人才。非常正确。我就算把这套设备送给你，给你一套这个说明书，然后你真的要掌握这一套设备，可能2-3年你未必掌握的好。就是这样的问题，高科技领域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领域问题啊。观点：芯片科技是以纳米为单位发展。什么是纳米？简单来说，就是头发的直径大约是3到5万纳米。所以5纳米是什么概念？根本不是土共最擅长的逆向工程，山寨科技可以复制的，也只有那几个只懂得毛选的领导人容易被骗。他不是被骗，它是合谋啊。问题：如果货币中一部分变成数字人民币，M0不变，那么个人的传统人民币账户
和数字人民币账户是不是会变成两个不同的账户，或者是同一账户下不同属性的两个子账户呢？个人的数字人民币和传统人民币资金还有个互相兑换过程吗？这个我真心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是，那我们现在有一幅图画，就数字人民币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个拼图。那么现在拼图上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人民银行它不说啊。人民银行为什么不说？我刚才就两个原因，第一个他不想说，不肯说，不愿意说啊。第二个说不出来，所以他讲到底就水平太差啊，就这个原因，没别的，其实没有别的。你看一下这个香港发行一套新的港币，那整个的推广一下子大家就知道啊，新的货币是什么。你看看人民银行推广的一套新的人民币，什么鬼？所以他们不掌握这种推广的方式，他们因为他长期是做官，他不懂什么叫推广，所以数字人民币我们现在看到只是一些拼图，很多东西不知道。所以你说的这个我完全不知道，因为他没讲我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已有的拼图去推测旁边可能是什么，这是有可能的。你比如说他说啊，我们有法偿性啊，如果数字人民币有法偿性的话，那它就是法定货币。它是法定货币，就是没有一个在中国境内的商业机构能够拒绝接受它。这就是我们理解旁边那法偿性是什么？法偿性就是没有人可以拒绝它。拒绝它是什么？拒绝它就违法，一告一个准啊。所以这里面就很多我们知道的部分。你比如说如果这个我们的账号会不会变成两个账号？一个账号是数字人民币的账号，一个账号是人民币的账号。我理解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否则你怎么放在哪里呢？因为数字人民币有不同的属性。我原来以为数字人民币只是人民银行发行那个数字钱包，你把这个数字人民币拨到你把那个人民币账号里的人民币拨到里面去，它就变成了数字人民币。你拨回去就变成了普通的人民币，我原来以为是这样。他这么一说，他说人民银行真会按照 M0 来发行数字人民币，那等于它就是有一部分人民币增加了一个属性，就是数字人民币的属性，那它肯定是有单独的走向，这个单独走向仍然是像商业银行，其实没有区别，只是这笔钱，那它肯定要有一个通道，然后你一个通道，然后你会有一个承载的地方，那这个承载的地方不就是账号？这个账号不就是，那你如果商业银行有个这样的账号，那你的银行也得有个这样的账号，否则你放哪放？我原来以为是根本不需要，商业银行根本不需要开一个这样账号，只需要你开一个数字人民币钱包就可以了。从目前来看，从穆长春的话来说，应该不是，应该是有一个数字人民币的账号才合理，他讲的这个话才能通啊。他没有讲，所以我觉得人民银行这个工作做得很烂的原因是他没有上来把所有的方案告诉大家。当然就从一个官员的角度来说，我这个东西还没有发行，我就不告诉你，这就是中国官员的想法。中国官员为什么会这么想法？中国官员其实这个想法背后是什么？背后叫信息控制系统。中共有个信息控制系统，这个信息控制系统就是管控中国的老百姓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信息就是个权利，所以你可以看文件，中共的官员就是文件有不同级别的，文件是什么？就是信息。那么有些级别越高，你掌握信息越多；级别越低，掌握信息越少。普通老百姓我就控制你，有些东西我不告诉你。中共的官员就有很强的这种意识，就是我在一个政策没有出来之前，我是不告诉你的，告诉你会产生纷争，你会有不同意见，我直接公布的时候就已经是结果了，你纷争都没有用，就是这样，这就是独裁政权的习惯。这里面为什么人民银行在数字人民币的问题上做的这么差的原因，让大家有这么多猜测，因为他习惯这么干，他就是
要到他真正的面试的一刻，他才会公布所有的图画，你才能够知道。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猜测的原因就在这里。其实这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也没有什么机密性，因为根本就是个支付系统而已嘛，有什么复杂，有什么机密性？没有机密性。但是他就要搞成这个鬼样子，这就是中国官方，中国的很多政策的问题都是这种级别的问题，就是信息不流通，不告诉你，然后就很多的大家你不告诉他，他就很多的担心，这些担心这些问题都是基于这个，而官方他就是不告诉你原因，他希望抓住他的权利，这就是信息权啊。提问，我想问王先生，如果人民币发行的数字货币可以拿到境外使用，是不是对外国的货币主权构成危险？同时，关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境外使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主权货币的危险？非常正确。很简单，大家想一下，你的钱在数字钱包里面，你跑到美国去，美国的某一个人他也有个数字钱包，人民币的数字钱包。你买他东西的时候，你直接说我用人民币付行不行？他说行，你把这钱给他，通过数字钱包给他，他把东西给你了，他完成交易的时候就用的是人民币支付，这就可以境外使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 Facebook 发行了一个平衡币，当然你在中国要翻墙，你跑到中国去，你付款的时候，你说我付这个平衡币 Libra 行不行？他说行，他翻了墙，你也翻了墙，你一付他就付了。那你使用的时候就已经在使用平衡币了，已经没有使用人民币了，等于就是你在侵蚀人民币的法币地位。同样的道理，人民币跑到海外去，你拿的人民币的数字钱包跑到海外去支付，一样是在侵蚀当地的货币主权。同样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穆长春讲了一番话的啊，他说是为了抵抗这个平衡币和其他的加密货币对货币主权的侵蚀啊，这个话是对的啊，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已经很流行的时候，当人民币数字货币很流行，当人民币数字货币钱包很普及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平衡币也好，出现了加密货币支付方式也好，它有一个有效抵抗的作用是什么？因为大家就不是唯一的选项，它有很多的选项的话，你可能只是选项的其中一个，那它就起到了有效的抵抗的作用啊。就是怕的是什么？人民银行最怕的局面是什么局面？就是市面上只有两大支付货币。支付系统，一个是微信，一个是支付宝，然后突然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 Facebook 的 Libra 也跑到中国来支付，因为大家都在翻墙用 Libra， 很方便，而且完全不受外汇管制，而且有些人还换成 Libra 把钱带走，那他就很担心了。这个时候这个局面他就很难控制了，因为你无法控制翻墙。你控制不了翻墙的话，你就控制不了外面的这个，比如说加密货币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 Libra 的使用，你无法控制这个使用，无法控制啊。所以那个时候它就会有，所以现在这个动作就是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抵御，就是让支付方式，让数字钱包普及。并且多样化，这就是它的目的啊。提问：假的数字人民币如何判定是假的？假的人民币有物理定性，只是一串数字如何决定？我看穆长春的话是假的数字钱包啊，应该是有人照着人民币的数字钱包做了一个假的，跟它一样的，然后它里面也应该有一种方法。让里面的这个数字货币是没有，数字货币就是里面的一条指令嘛，那把那个指令改一下不就行？想有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理论上是这样啊，理论上是这样，我不知道，其实不清楚，他只说了一嘴啊。
我想象啊，想象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因为官办的东西嘛，这个我觉得人民银行虽然搞数字研究所搞了几年，这些人还不是吃干饭混饭吃的，还能搞出什么好东西来？所以我觉得人民银行防止数字钱包造假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他现在所谓的双层结构，就是让中国银行让其他的银行去把这个数字钱包做的这个更有防伪性，就是更无法复制。肯定人民银行的那个数字钱包，如果按照他这个说法，人民银行的数字钱包就是在这次深圳或者是在其他使用，就是这是公测的时候，肯定是被人这个搞了一把，应该是这个情况，说明他的水平很烂嘛。观点，我认为数字货币必须和纸币自由兑换，否则就像您之前讲的，数字货币会变成类似粮票的东西。数字货币不会变成粮票的东西，一定是自由兑换的。它和人民币非数字货币的人民币没有区别，它是等价的。刚才穆长春也说了啊，不存在说把数字货币变成粮票，他为什么不直接就出个粮票，出个全国粮票嘛？你的意思？所以这个不现实，我认为那是绝对不正确的。说数字货币会变成一个定向购买的一个这样的货币，我认为这是完全缺乏现代金融常识。他花一个这么大的规模，搞个这么大的动静，搞个数字研究所，搞个全国粮票出来，全国粮票根本不需要人民银行搞，好不好？应该谁搞？物资局搞啊！以前的物资局发粮票的，发什么各种各样的票据啊，粮食局发粮票的，市政府发粮票的，这怎么会跑到人民银行去发粮票？他也不负责这个商品供应，他怎么发粮票？所以这个不 make sense 啊。提问：这2天看到网易新闻报道，中国艾滋病飙升，尤其是高校成为重灾区，不禁让人想到山东大学的黑人留学生女学办，这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另外一个雷？这里面有一些情绪啊，就是说一个艾滋病飙升的这个报道我看到过啊，但是数字并不权威，来源并不权威啊，就是说我不能确定这件事情就是事实本身。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下新闻报道的那个数据来源啊，不可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面就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啊。中国人很不高兴的地方在哪里？黑人睡了我们的妞啊，这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啊，就是老外把我们的姑娘给睡了，这个事情不可接受。这里面有60%是这种情绪，所以我基本上，当然，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搞这个学办这件事情，2个字愚蠢啊，4个字利令智昏。利令智昏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大学都非常想搞留学生？搞留学生是一个中国的大学接受留学生是一门生意，就是中央政府给补贴，这些大学收留学生能拿补贴，所以他想尽量多收学生，所以叫利令智昏，让本校的女生去做这些留学生的学办，愚蠢，没有政治觉悟啊，不知道中国人多么敏感，对自己的女性资源多么的珍惜啊，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对性资源的一种就是看法啊，他把女性当做一个性资源，有黑人和我们的女学生搞在一起，侵犯了我们的性资源，这就是他们的看法，这是这个新闻的本身的情绪所在啊。提问：前几天马云说中国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没有系统。
这让我很纳闷，有借贷就有金融网络，有金融网络就有各种金融商品，就有系统性风险。到底是意在言外，还是马云真的这么不太想贬低人？我没有看到这句话，哎，这是你确定吗？他全话怎么说？你不要，你把它原文摘下来，你就这么一句话，我不确定他什么意思，好吗？他容易被断章取义啊。提问王老师您好，关于国内高中阶段教育，一是您提到的高中升学率只有50%，一半是初中生毕业生去了中专，这反映教育资源不足。一是您提到大量初中毕业去了技校，补充了技术工人的数目，有利于产业链的壮大。在我来看，这是两个矛盾的观点，请您解惑。好，这是个好问题啊，我讲清楚一点。我经常可能这个时候讲这一半，这个时候讲那一半，所以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会发现有点矛盾啊。第一个，中国需要技术工人，这个没有错啊，中国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中国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为什么？以现在中国的产业结构来看啊，中国并没有上溯到更高层次的产业链啊，就是中国还是以制造业为主啊，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没有太庞大的产业基础，所以其实中国需要大学生，甚至说现在什么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啊，中国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工程师，需要工程师，需要技术工人，但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所以这是一块啊，我们是从产业结构来说。所以中国需要大量的技校培养技术工人，当然中国还需要很多的理工科的这个专业的人，让他们去做工程师啊，大学生也需要啊，这是一块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那么我是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中国需要中国的大学生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中国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所以中国有很多的这个中学生可以选择不去读大学，他去读技校啊，读技校，然后就去做技术工人啊，做高级技工啊。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中国并不是让大家读完高中，它是初中，它高中的学位不足。高中学位不足呢，他就根本没有那么多学位，你就初中你就必须有一半的人被淘汰掉，你是强制性去读技校，理解吗？就是你可以去读和你不能够读，这就是权利的问题，你不能读是权利的问题，你不去读是你的选择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就面临我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说中国有大量的技校，然后中国的大量的中学生跑去读技校，是符合现在的产业政策，这个没有错啊。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怎么去读这学校，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就是说，中国有大量的学生，他并不是想去读技校，他只是没得读，因为没有这样的位置，没有这么多位置。所以在这里我讲的是，因为你不读高中，你就不可能读大学，你没办法考大学，你只能读技校。那他等于就是你剥夺了他的另外一条路径，人生路径，那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去读大学。这就是我说的，这就是关系到什么？关系到公平，这是公平的问题。为了公平，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的，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资源，让这些中学生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我讲清楚了吗？情况情绪，据传上海的中考将会把体育成绩占比从30分提高到150分，这种把行政权力拿来一刀切的折腾，实在让人无语。按照这种操作，像霍金和康德这样的身体虚弱的天才，都可能只能去技校了。我在群里说了句，大概体育局长调到教育局去了。
我在这里我想讲是超时了吗？又我应该又忘了。尽快的讲完吧。好，情况，我是一个职业学校的老师，我们学校最近开始让每一个老师自查使用的材料是否政治观点和思潮错误，是否政治倾向和价值导向的错误，是否有民族歧视，是否有三股势力的内容，完全是社会倒退，不仅仅是文化课。这样的高压和严控下，哪来的创意？哪里来的创新？只有创新根本不可能进步，没有创新根本不可能进步。从学生开始，思维方式就被局限了，没错。情绪，中共的洗脑术全球闻名，现在又掩耳盗铃的内循环，真担心再过10年，中国的孩子越来越与世界格格不入，就算要改革，也会带着中共的影响和阴影，发展会越来越慢。何时才能真正和世界接轨？现在在脱钩，现在不是接轨的问题，现在正在脱钩。提问：为什么有候补委员？候补委员是什么意思呢？候补委员就是投票那么前面190名当选，后面156名候补，前面有个人出局了，后面就补一个上去，就叫候补以前清政府有候补道什么叫候补道？候补道也是一个道，只是呢他没有位置给他，那我就先做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我就官买下来呢，你有这个资格了。好，看什么地方有空缺，你候补的那个人就去顶上，就叫候补委员观点：洗脑术那集我分享给很多人，都是觉得我有潜力醒悟的，但是接受的没几个，所以还是要看个人。就像王先生所说，抵抗洗脑最好的就是好奇心，有好奇心的人只需要一个机会就能醒悟过来，没有好奇心，哪怕肉身翻墙也没有用。非常正确。提问：王老师您好，看完您参加的三权合一的节目，您说中国未来会公有制、国有化，回归社会主义。作为墙内的我没办法移民，未来怎么选择生活的地方呢？目前在北京飘着，38岁，北京没有房，老家哈尔滨，但经济太差不想回去。38岁年富力强，要找干事的地方干事的地方。那么干事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背景，如果你没有家庭上的支持，你还是找个做事的地方，那你不要去北京，不要在北京待着，在北京待着，北京不是个干事的地方，你还是应该去上海啊、广州啊、深圳这种地方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就如果你真是想干事的话，如果你喜欢玩政治，那你就留在北京吧。如果你是个有在政治方面有我讲的政治不一定就是当官就是说你很善于和人交往，然后你很善于跟别人相处，很善于利用这个大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是这种人，你可以在北京待着会比较好你就比如说我是个码农我是个码农，在北京还可以码农因为很多科技公司在北京码农可以在北京待着。如果你是做个管理人员，或者是做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我觉得你还是考虑其他的城市参考一下观点：75年驻马店水库造成1000万人受灾，10万人死亡。共产党隐瞒20年后才由河南日报报道，等人民知道后基本无感觉，隔得太久，这就是集权的厉害。非常正确。情况：国家网信办专项整治手机浏览器，首批包括 UC、QQ 等8款。国家网信办对手机浏览器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OK。你好，我是以前住过中国的韩国人，刚刚发现您的 channel。 在韩国，所谓中国的印象都是通过韩语翻译过来的中国新闻，或者是政府发言形成。通过 YouTube 可以认识更多的中国人的意见，觉得很有兴趣。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的肯定谢谢。好，明谢一下，
Jessie 蔡，谢谢。黄征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